为期3天扩员后的首届大金砖峰会在俄罗斯喀山启幕。金砖合作机制各成员国代表于当地时间23号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议。今年的峰会关注哪些重要议题？金砖国家间还有哪些合作潜能？来看看报道。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习近平提出，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携手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随后表示，各国领导人在晚宴上交流了许多关于喀山、关于鞑靼斯坦地区历史、伏尔加河和伏尔加河对俄罗斯人民意义的内容。有分析认为，今年的金砖峰会有2个特殊背景：一是今年是大金砖合作开局之年，喀山峰会是金砖历史性扩员后首次峰会，金砖合作站上新起点。全球南方希望达成金砖班列，来改变中心边缘的国际事务决策模式。二是今年金砖合作机制的东道主是俄罗斯，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主办全球性峰会。外界注意到，俄方将这次金砖峰会的主题设定为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公平发展与安全，这与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目标相匹配。今年的这个金砖峰会所涉及的这个议题，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不管是这个独立的这种金融系统，还是包括粮食、能源的定价，都是逐渐的是打破欧美国家在对于全球贸易市场还是这种金融市场以及其他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垄断。外界普遍认为，作为东道主，俄罗斯最想推动的是名为金砖之桥的跨境支付体系，这也是当前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跨境支付分为传统跨境支付和数字跨境支付2种类型，金砖国家最有可能在数字跨境支付领域实现合作，来推动国际金融支付体系实现多元化。其实近些年来许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的发达国家，对于美元这种霸权下的这种全球支付体系，已经有了许多的这种诟病，也是逐渐的忌惮了美国利用美元在这种支付体系的霸权，不断的去打压和制裁第三方，导致全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是出现了这种断痕和鸿沟。那么此次金砖峰会提出的这种这个建立这种跨境支付的这种系统，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绕开了全球贸易支付的被政治裹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深圳卫视分析，目前国际贸易的定价和结算仍然主要使用美元，但现在是时候摆脱美元的依赖，尤其是在金砖扩员后，成为了更多国家的心声。Now we have more countries, 10 countries in my opinion, and naturally in the future, the situation will be drastically changed because of som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n BRICS. For example, Saudi Arabia, United Emirates, United Arab Emirates, Turkey, and any other countries, they are interested in your organization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just to delay on just American dollars. 今年1月份，金砖成员从5国扩展至10国。数据显示，大金砖国家人口占全球近1半，贸易占全球1/5，石油产量和储存量占全球约40%。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金砖国家峰会大范围会议上称，2024年按购买力评价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稳超7国集团的占比。随着金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申请入群的国家越来越多。即使在今年6月金砖国家投票决定暂停接纳新成员后，仍不断有国家申请加入。普京9月曾表示，有34个国家希望以某种形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美国和平研究所总编辑加拉格尔认为，如此多的国家对金砖机制深感兴趣，是因为加入这个新兴经济体集团显然会带来经济利益。2017年至2022年，金砖国家内部贸易增长了56%。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还认为，当前国际秩序不利于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富裕的西方国家，因此需要建立他们认为更公平的国际秩序。国际舆论高度关注金砖合作机制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称，来自亚非拉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将出席此次峰会，以扩大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这表明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金砖家在全球经济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力未来将不断增强。I think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BRICS is very helpful for the BRICS countries, but also, in my view, for the world. What we're seeing with the BRICS is the formation of a truly multilateral world. 美国智库全球能源监测21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金砖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迎来重要发展里程碑。到今年年底，成员国在包括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发电占比将首次降至1半以下，追平欧盟和7国集团的进度。报告还指出，2023年金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331兆瓦，创下历史新高。如果风能和太阳能的年新增发电能力在未来7年中继续保持这一增速，金砖国家正在开发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足以在2030年前将发电能力提高近3倍，为全球变暖控温1.5摄氏度目标做出重要贡献。那您认为在此背景下，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殊性和重要性？大家关注今年的金砖峰会，当然背景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俄乌冲突仍然在延续，巴以冲突近期有新的变化，有升级。那么对于金砖国家来说，在关注和平发展以及繁荣等问题上，当然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东道主俄罗斯给今年的金砖峰会带来了更多的一些微妙的信息。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来关注今年的金砖峰会？首先呢，还是凝聚共识。其实我们知道，对于金砖合作来说，今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要进行再起航的重要的时机。当金砖实现会员之后，这一次的喀山峰会是面对面线下会晤的第一次。那么如何来凝聚共识，对于扩大的大家庭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大金砖合作首先要讲究团结。我们都知道，金砖的扩员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对于金砖国家来说，之前5个国家是五指成拳，那么现在呢，10个国家可以两手交握。团结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必要的因素。当然呢，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想法。就像此前习主席所说，我们观察金砖合作有2个思维：第一，就是金砖国家他们各自的发展进程和发展利益，要找到利益的公约数；而第2个视角也是把金砖合作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所以应该说，今年的金砖峰会，它的这种复杂性、微妙性，恰恰体现出之前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思考。那么说到凝聚共识，当然对于大家庭来说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并不代表每个国家都有完全不一样的心思。其实呢，我们会看到大的方向是一致的，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形成发展的态势，能够更多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能够与其他国家在打交道的时候能够相互支持，而并不是这个进行争斗，甚至造成损伤。所以总体的目标不变，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意识的进一步的增强，是这一次峰会要体现出的重要的信息。那么同时呢，也是要共赢挑战。我们都知道，金砖合作涉及到多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对于安全问题，这其实是金砖合作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从去年扩员之后，在这一次线下的峰会之前，已经举办过一次特别峰会。特别峰会以视频的形式来进行，在去年的11月，关注到的是巴以冲突。也就是说，对于金砖国家来说，尽管每个国家看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对于安全问题有不同的感知，那么现在俄罗斯也是一个微妙的因素，会带来复杂性，但并不意味着在安全问题上已经无话可谈。所以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这一次金砖峰会在安全问题上进行沟通，哪怕会有激烈的交锋，但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每个国家当然都在寻求安全，也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那您认为今年的金砖峰会预计在哪些领域达成合作，将又如何有利于全球发展和稳定呢？那对于这一次金砖峰会，我们有怎样的预期？其实成果文件本身，或者是最终的成果，当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我觉得，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这种背景之下，各国之间能够进行沟通，尤其是关键的大国能够发出声音，本身就是金砖国合作的重要的意义。那么同时涉及到经济合作，之前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加入到金砖大家庭当中，都是希望能够体现这种相互之间的优势，以优势互补来形成合作。比如说，很多国家认为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内，那从贸易方面来说，有互补就会有贸易的流动。那么同时在金融合作方面，也希望有更多的支撑。那同时很多国家也看到，金砖它不是一个排他性的群体，而是讲究包容合作。所以我觉得今年对于扩员后的第一次线下会议本身，如果有更多的共识凝结，强调团结就是成果之一。而另外从具体的方面来看，还是有很多可以延展的空间。比如之前中国已经多次强调，金砖合作是要讲创新、讲动力的。那么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在2022年已经签署了伙伴文件。那么如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我们会看到，本身金砖5国就有大量的网民。那么当它扩员之后，在网上购物的基础上，如何来寻找数字经济它的新的动力，是很多国家都感兴趣的。那更不用说很多国家还想加入金砖合作，是带着自己特别的标签。比如泰国希望加入金砖合作，是以自己的旅游为一个亮点。那很多的国家也是拿着自己的优势，希望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即使现在没有成为正式成员，并不意味着金砖合作它的合作的延展没有空间，或者是说呢，会以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寻找合作的契机。这也是金砖的魅力所在。中国是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达到1803.5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俄出口831.48亿美元，增长2.4%；中国自俄进口972.09亿美元，增长1.7%。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1.1亿美元，提前实现两国元首确定的2000亿美元贸易额目标。有分析认为，中俄贸易额在去年创下历史纪录，今年可能会再创新高，尤其是两国电商贸易发展迅速，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据俄罗斯业内专家预测，到2027年，两国之间的电商贸易额可能增加6倍，达到120亿美元。俄相关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在线交易市场中，中国商品几乎占据了一半，涵盖电子产品、服装、化妆品等。几个月前，中国汽车也开始通过电商平台在俄罗斯市场上销售，并且销量持续增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深圳卫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的合作呈现良好势头，中俄关系的持续向好，经贸保持增长势头，也将推动中俄双边关系行稳致远。Because our forests depended o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ese economies. When we use new mechanisms and new levers of BRICS countries through new development bank,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develop Sino-Russian relations. 经济能够提质升级的进行合作的话，那么肯定会为政治合作打下一个很良好的基础。那么政治合作呢，又为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政治环境，能够促进两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升级。作为此次中俄元首会谈的地点，喀山克里姆林宫也备受关注。在俄语里，克里姆林宫是内城的意思，特指高大钟楼与宫墙连接而成的建筑形式。因此，俄罗斯不少城市都有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喀山克里姆林宫是当地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俄罗斯境内唯一一座幸存下来的鞑靼城堡，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一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处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喀山，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交通的枢纽。在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中，习近平提到的万里茶道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国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喀山正是这条贸易之路中的一站。如今，当年万里茶道的沿线已开通了发达的航空、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加速推动着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在喀山的中心街道上还有一座俄罗斯喀山茶博物馆。展厅中通过模型重现了数百年前的万里茶道，中国赠送的78公斤中国传统黑茶实物参考标准样茶被视作镇馆之宝。喀山与中国各地市的人文交流也展现出蓬勃生机。喀山与杭州、广州建立了友城关系，并与成都、西安、深圳等围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今年9月，上海与喀山开通直航航线。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中俄元首会晤的同一天，中俄举行了第22轮领事磋商，双方一致同意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积极探讨达成人员往来便利化安排，助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喀山它本身这个城市内就是一个多元文明、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城市，在这个喀山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也可以推动金砖国家的人文合作交流，就是使得这个各国的这种文明呢相互融合，文化呢相互借鉴，形成一种就是合力，能够引领这个全球南方国家还有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这个进一步的这种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习近平主席在喀山与普京总统会谈约1个小时，那您有何观察？中俄合作在喀山这座城市有什么样的体现？两国元首往来频繁，将如何引领双边关系发展？我们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俄关系一直保持高位运行。即使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在西方国家刻意的对中国进行施压，把俄罗斯放在自己的对立面，进而绑定中国，搞这种大国竞争、战略博弈的情势之下，中国的对俄政策并没有出现转向。之所以没有出现转向，是因为我们在与俄罗斯相处的时候，讲求的还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和平相处对于两个大国，尤其是邻国来说格外重要。中俄两个国家目前我们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应该说有很多的发力点，双方之间经贸合作，包括能源的合作，在进一步的加强，对于两国来说是互利共赢，这是基于国际公平正义的，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够指手画脚的。那同时，中俄两国进行合作的时候，涉及到国际秩序，并不是说中国偏袒俄罗斯，而是在国际秩序发展当中，大国之间保持关系稳定本身就非常重要。那么同时谈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中俄之间进行沟通也有积极的意义。很多西方国家一再谈俄罗斯在核的方面有动作，包括俄罗斯此前呢改变了自己的核原则，好像呢核大战一触即发，但是很少有西方国家会看到在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得很清楚，核战争打不得，所以他们刻意忽视两个国家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在涉及到核这种危险信号方面所发出的一些积极信息，也刻意忽视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在经贸合作、具体合作方面有很多的细节可以进行探讨，有很多的项目可以落实。尤其说到喀山，那么很多人关注到这是过去茶叶运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么同样也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尤其是这种地方合作，喀山和中国的省市一些这个相关的城市也在建立关系。那对于俄罗斯来说，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当中，实现互利共赢是一个基础，双方都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所以双方在推进合作的过程当中会尽量的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包括我们个人来说，很多的俄罗斯的商品，比如俄罗斯的巧克力、冰激凌进入到中国的市场，也在丰富中国百姓的餐桌，这些都是双方务实合作的具体的体现。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无法确保会在多哈、开罗或其他地方恢复谈判。这个目标我觉得是很难达成，因为目前来看，以色列可能还没有真正达成100%达成他所谓的目标。第一个是要让哈马斯的这个军事的有形力量这个让它消灭殆尽，包括它的这个武装的士兵，包括它的一些设施，包括它一些很复杂的地道跟指挥体系。第二个，希望能够尽可能去铲除哈马斯的领导者，不是只是台面上的领导者，而是有可能的接班人。那最后，当然整体来看，他希望当战争结束之后，以色列认为整个加萨走廊必须得
符合以色列的安全需求。那这是最棘手的地方。在与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布林肯还要求以方公开澄清不寻求实施围困加沙北部的将军计划，但这一要求遭以总理的回绝。所谓将军计划是由以色列退休将领组成的一个团体在9月向以色列议会提交的一份计划，旨在完全封锁和围困加沙地带北部，并控制和阻断人道主义援助流入，来迫使哈马斯投降。而在以军围困之后，所有当地未撤离的人员都被视为战斗人员。那这个应该是以色列所有整体的这个军事作战方案里面的一个部分。当地时间10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是两人相隔5年多的首次会晤，也是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后首次。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证实，中印就边境问题已达成解决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妥处矛盾分歧，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梦想。双方也要肩负起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贡献。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夕，印度方面首先对外宣布，中印两国已就边境地区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双方在边境实控线问题上取得突破，有积极的进展。尽管并未公布协议细节，但苏杰生透露，两军脱离接触进程已经完成，边境巡逻已恢复到2020年的位置。外界分析，印方迫切寻求与中方修复信任，并推进经贸复苏。而在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印关系缓和很可能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与印方落实好解决方案。近段时间以来，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中印边境的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中方对此予以积极评价。印方一名高级军官透露，双方将从现有阵地撤回少量军队，以避免对峙，但将获准按照正在制定的时间表巡逻。他补充说，两国将举行每月审查会议，并定期监测争议地区。近年来，双方一线部队已经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加勒万河谷等4个地区实现了脱离接触。两国军长级会谈已举行21轮，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也已举行了数十轮会议。在此过程中，分歧不断缩小，共识不断扩大。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双方一致同意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努力增进理解和互信，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创造条件，并就此继续保持沟通。7月，王毅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表示，要坚持正向思维，一方面妥善处理并管控边境地区局势，一方面积极恢复展开正常交往，彼此相互促进，相向而行。苏杰生当时也积极表态称，印方希望同中方一道，建设性解决具体分歧，尽快翻开印中关系新的一页。1个月后，中印代表团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1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会议在积极、友好、坦诚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同意根据两国外长近期达成的重要共识精神，共同推动边境局势早日翻篇。环球时报社评指，两国关系重回正轨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期待。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印本就应该坚持独立自主，选择团结合作，坚持相互成就，避免彼此消耗。第一次呢，这个协议呢，这个达成呢是2021年年初呢有一份这个第一个点位呢实现这个脱离接触到现在呢能够完全实现这个所有点位的这个脱离接触呢，实际上是用了3年半多的时间。中国的军方和印度的军方，以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和印度的外交部方面的这个沟通是非常频繁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结果。这个接下来呢，中印的经贸
还有这个投资啊等等各方面的关系呢，是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的。深圳卫视注意到，印度政府的态度在今年7月已经发生转变。7月下旬，印度发布名为《经济展望》的指导文件，其中提到应该扩大接受中国投资。如果想振兴制造业、吸引投资，印度就必须进入中国的供应链等。9月初，苏杰生也表示将放宽对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的限制。印度国内舆论积极评价两国达成协议。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分析，此举标志着两国关系恢复的重要一步。新德里电视台也认为，协议将助推两国关系回升向好。观察指，两国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此前因边境问题带来的民间敌对情绪、限制人员签证及航班等问题，如今都将随着协议的达成迎来转折。印度中国商会主席古普塔认为，协议不仅解决了当前的紧张局势，还为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潜力。古普塔始终认为，优势互补的印度和中国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两国合作的愿景是广阔的，不仅涵盖贸易，而且包括文化和技术交流。10月22号，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家马凯硕在新德里电视台主办的一场媒体活动上，也将此形容为中印关系的重大突破。他说，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正走向新的3M 世界。First M, multi-civilizational. We are no longer dominated by the West. The West can no longer run the world. In fact, the West is losing itself. And then, secondly, it's multipolar. And there are other powers also emerging in this world. And thirdly, it's multilateral. So it's a different world. And it's in this context that you're seeing the 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oth are adjusting to a new world that is coming in a positive way. 马凯硕指出，中印同属的金砖机制是一个日出俱乐部，相比之下，曾经主宰世界的7国集团已经沦为日落俱乐部，影响力正在减弱，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球的占比也在下滑。马凯硕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印度信德人后裔的家庭，他认为印度需要进一步开放经济，融入全球供应链，但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中国，因为有很多元器件来自中国。Most of the manufacturing today comes from East Asia,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ASEAN. They are the biggest sources for FDI.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global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s, you still got to integrate to some extent with China. Many of the components still come from China. 中印经济的互补性是非常强的啊。那现在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印度这个政策精英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商务部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政策官僚们，他对于中印发展经贸关系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态度啊。过去我们可以看得到，印度实际上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弯路啊，所以现在莫迪政府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包括印度商界呢，也在略微的做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个调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峰会上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如何来解读此次会见？主持人好，中印领导人会晤事关重大，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从双方发出的新闻简报看呢，两人谈得不错。习主席说，中印两国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应该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加强沟通和合作，妥善处理矛盾分歧，相互成就彼此的发展梦想，这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莫迪总理表示，两国关系不仅对我们的人民非常重要，而且对全球和平、稳定和进步也非常重要。相互信任和尊重应该继续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由此可见，中印关系正在发生转折。从峰会前两国同时宣布就边境问题达成协议看，阻碍中印间合作的最大障碍似乎被挪到了一边。在这方面印度表现得尤其积极。印度外长苏杰生说，中印就边境问题达成了一致，双方已经完成脱离接触。他强调，这为边境地区恢复到2020年前的和平与安宁奠定了基础。印度外长在9月底出席亚洲协会主办的印度外交政策研讨会上，
讲话呢现在也发不出来了。其中呢专门讲到中印关系，苏先生说，中印关系是亚洲未来的关键，不仅影响亚洲的未来，也影响世界的未来。认为中印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印度呢将投资自己的邻近地区，这些地区呢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全球化的前沿。这似乎暗示印度在对华关系上将以更温和的态度看待，因为东盟和中国呢就是全球化的最前沿。另外呢，莫迪的第3个任期开始以后，声称将重新考虑开放中国投资。同时，印度防长还放风说，中印边界谈判进行得相当的顺利，与以前高层的调子相比呢，放软了很多。印度在加拿大锡克教领袖刺杀案中领教了美国的双重标准，领教了西方对东方国家的另眼相看。所有这些呢，都促成莫迪政府反思，开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特别呢是在经济上，莫迪要在第3个任期内推动工业化，加快印度制造进程，就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印度的经济调查表明，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印度的刚需。印度呢只有先密切的与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印度制造才能走向世界，印度才有望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而对于中国来说，与印度关系向好，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符合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我个人认为中印虽然有很多的矛盾需要管控，但关系向好，特别呢是在经贸关系的顺畅上，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进展。在中印经贸领域，我们常听到的消息是一会儿给中国企业设限，一会儿对中国企业无理罚款。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印度有所改进吗？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和中印经贸关系，莫迪的第3个任期开始以后，的确呢有一定的改观，起码呢在态度和立场上。日经新闻呢刚刚发表了一篇观察，说自2020年中印关系严重恶化以后，印度目前已表现出寻找改善的迹象，愿意扩大接纳中国投资的情况陡然增加。中国呢也表达了期待关系改善的愿望。中印2个大国的关系的缓和必须呢予以密切的关注。从莫迪政府7月发布的经济展望中，加入了为增加出口，应当呢接纳更多中国投资，想要振兴制造业，吸引更多投资，印度必须接入中国的供应链等建议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也是从7月份开始，印度政府在电子设备等14个领域推出面向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便利化措施。随后呢，又加入了在太阳能发电、电池等领域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印度呢，似乎已经认识到引进中国的技术和零部件，不仅能够增加就业，还有望减少贸易赤字。印度要在电动车和太阳能发电上有所进展，维持高速发展，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不可或缺。仅仅在电子领域印度从2020年对中国收紧签证以后，印度的电子业损失呢高达150亿美元，大量的就业机会流失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在新三样遭遇美欧的拦截以后，印度的市场潜力是大有前景，双方呢是有广泛的合作潜力的。这些呢都是政策上转弯的迹象。如何持续的推进中印技术和贸易合作还需要观察，但是前景呢是乐观的。美国政府预计将在下周发布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投资的相关规定，再对中国高科技领域进行围堵。但美国产业界如何用行动对这种小院高墙的对抗策略做出反应？利益受损的美国盟友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来看看报道。根据美国政府21号发布的公告，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投资的相关规定，目前正在白宫的办公室进行最终审查，或在美国大选前出台。美方辩称，这些限制措施是防止美国技术专长帮助中国开发先进技术的一部分努力。由美国财政部前官员分析，相关规定主要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预计最终规则将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的负
覆盖范围以及有限合伙人的投资门槛。规定还将要求美国投资者在进行某些人工智能及其他敏感技术投资时，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报告。有分析指，这些规定来源于美国总统拜登去年8月签署的行政命令，重点是所谓防止美国投资者的技术专长帮助中国的军事发展。事实上，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国尖端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打压，较特朗普执政时期有增无减。上百家中国企业被列入美国名目繁多的各种所谓清单，限制他们获得美方的投资，以及在技术和人才方面对他们进行打压。有分析指，美国对中国 AI、科技等领域动作频频，只在相关高科技领域关闭或破坏中国快速发展的空间，这背离了美方宣称的稳定关系的基本立场。拜登政府急于在即将结束的任期内推出该计划，更背离了美国公众希望政治精英把精力放到国内，而非制造外部纷争的意愿。中国外交部曾多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对中国特定企业采取歧视性、不公平的做法，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希望美国能够回到务实、健康、理性、建设性看待和处理对华关系的轨道上来，与中方相向而行。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却抑制不住美国科技企业与中国合作的热情。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开启年内第2次访华行程，在北京与中国工信部长金壮龙会面时，库克表示，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金壮龙说，近年来中国有序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创造新机遇，希望苹果公司与中国企业一道成长，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库克还现身北京一家农场，与中国大学生见面交流，并前往微博公司总部与员工友好互动。有分析认为，尽管苹果公司近年来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曾尝试转移生产线到印度等地，但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完整供应链仍然对苹果公司至关重要。对苹果而言，大中华区是在美洲和欧洲之后的全球第3大市场，在最新财报中，销售占比达到17.2%。库克直言，苹果公司仍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事实上，库克的言行也代表了众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对华态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如果这个供应链系统被破坏，跨国企业的利益必然受损。因此，很多跨国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理性告诉他们，与中国市场共生，寻求双赢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选项。而受到美国对华制裁影响的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根据阿斯麦本月15号发布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第3季度的订单额为26亿欧元，还不及上个季度56亿欧元的一半。这一令人失望的数据引发市场恐慌，投资者大量抛售阿斯麦公司股票，导致该公司市值已蒸发至少600亿欧元，失去欧洲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头衔。美国对半导体设备的出口限制政策不断升级，其中对阿斯麦向中国出售光刻机的限制尤为关键。从今年起，美国要求荷兰进一步限制阿斯麦对华提供中高端的 DUV 光刻机，这使得阿斯麦失去中国这一重要市场，对业绩产生巨大冲击，极大地限制阿斯麦的业务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全球贸易环境紧张，导致半导体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阿斯麦的光刻机生产需要多国零部件供应商支持，贸易摩擦很可能影响到零部件的供应和成本，进而影响到阿斯麦的生产和交付能力。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傅凯22号在伦敦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表示，很明显，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采取更多限制措施。他同时也质疑道，这真与美方所说的国家安全有关吗？这并非傅凯首次做出类似表述。他9月份在纽约花旗银行的会议上表示，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对华设限，但如今更像是出于经济动机。阿斯麦公司它一方面需要跟中国去澄清它的善意，也就是说我也是一个企业，我也身不由己，更多的是美国可以说是以一种限制性的措施，或者是给它持续的施压，导致它不得不去听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我个人感觉美国在做一些布局的时候，其实
也没有完全的去考虑盟友的利益，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给盟友的企业带来一些损失，已经好好的市场可能也会被就是拿走一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1号起再访中东，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显然两国对下一步行动没有达成一致。在双方发表的声明中，并未提及停火协议。接下来，布林肯还将访问沙特，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沙特与曾经的死敌伊朗即将在红海罕见举行联合军演。中东局势到底如何走？来看看报道。当地时间22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这也是本轮巴以冲突爆发1年多以来，布林肯对中东地区的第11次访问。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及一些西方国家用金钱和武器支持以色列，称布林肯访问中东是又一次为以色列提供政治掩护。而不少以色列民众在布林肯位于特拉维夫下榻的酒店附近抗议，呼吁政府早日与哈马斯就释放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Get a deal on the table for Hamas to consider and put an end to all of this, includ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Gaza. 由于黎巴嫩方向发射过来的火箭弹引发了以色列中北部空袭警报，布林肯下榻酒店的一些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和记者当时紧急从酒店餐厅撤离至楼下的避难所。当天，布林肯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总统赫尔佐格等人举行会谈，敦促以方努力达成加沙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协议。事实上，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打探谁可能接替被以军打死的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哈马斯在过去3个月中遭遇重创，2任领导人相继遇袭。哈马斯方面表示，在明年3月举行选举前，哈马斯领导层不会任命辛瓦尔的继任者。目前，哈马斯方面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推进决策流程，其中4人在卡塔尔，另有1人身份保密。此外，哈马斯无意在停火条件、释放以方被扣押人员等议题上改变立场，停火谈判前景不明。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显示，虽然美以都认为辛瓦尔被击毙可能对人质获释以及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产生积极影响，但压根未提停火协议。外界认为双方并未就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达成一致。因此，外界对于布林肯斡旋之旅持怀疑态度，显示出美国拜登政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